我是首富千金，利用家族的资源，把未婚夫打造成了京圈新贵。可是婚礼当天，小三竟然大闹婚礼上门要名分。他抱着襁褓里哭闹不止的孩子，泪眼朦胧地哭诉：我给许家添了儿子，为什么不让他认祖归宗？这个毒妇不仅禁止许文远给我们母子生活费，甚至不断地找人上门威胁，说要打断我儿子的腿。你这样做是要逼死我吗？他当着商界名流和众多媒体的面指责我威胁到了他的生命安全，应该将全部身家都赔偿给他。我冷笑不止，原来他们看我是一个孤女，想要侵占我的家产啊！那他可打错了算盘了，因为这一切都只是我的首富爸爸给他的考验而已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化妆间里，我给爸爸发了条微信，答应文远的那个公司，你可要说到做到哦。可我刚放下手机，就听见外边十分的吵闹。一个小三有什么脸办婚礼？放到以前，他就是个妾，要给我敬茶的。紧接着，婚礼策划师一脸为难地跑了进来：江小姐，你快出去看看吧，有人来闹婚了。这京城谁不知道今天是江家的婚宴？哪个胆大包天的敢来闹婚？我狐疑着走出化妆间，只看见一个穿着暴露的女子抱着一个襁褓里的孩子，哭喊着跑了过来。来参加婚礼的商界名流闻声纷纷围了过来，还没等我开口问他是谁，他毫不犹豫地一巴掌扇在我的脸上，狠狠地啐了一口，骂道：贱人，当小三还敢这么高调！我被打得蒙在原地，完全没有反应过来。倒是现场有眼熟他的人皱着眉头喃喃自语：这不是商场的那个柜姐吗？什么时候都有了孩子了？我记得她不是被个富豪包养了吗？这是闹什么？即使被认出来了，女子也没有感觉到难堪，而是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随后就泪眼朦胧地对着在场的人哭诉：我叫沈青青，不是我今天想要大闹婚礼，实在是我忍无可忍。许文远早就和我订了婚，我和他之间还有个孩子。可是这个贱人第三者插足，逼迫许文远跟我分手，甚至还威胁我。说完这句话，他就大哭起来，断断续续地哽咽道：威胁我们母子不得好死。我倒是没关系，这可是他们老许家的香火啊。说着，他还打开了孩子的襁褓，露出来孩子身上一片青紫痕迹。这个贱货虽然是个千金大小姐，可是竟然对孩子下这种狠手。他还买通了医生，想要把我儿子的死制造成医疗事故。此言一出，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。虽然他们不敢当着我的面说我什么，可还是忍不住投来鄙夷的眼神。就连我身边的化妆师都跟我拉开了距离。我愣在原地，完全不敢相信这种事会发生在我的身上。明明10分钟前他还在给我打电话，让我挑选捧花的颜色。我还跟爸爸商量好了，将家里最大的公司交给他掌管。爸爸还要带着他政商两界的朋友来参加我们的婚礼。许文远跟我在一起3年，始终对我体贴入微。就在昨天，还因为化妆师扯疼了我的头发而大发雷霆。我怎么也想不到，他竟然还会在外边有一个私生子。毕竟这3年来，我利用家族的资源为他铺了一条青云直上的路，让他在京圈成为炙手可热的新贵。他没有道理背叛我啊！他竟然花着我的钱在外边包养小三。我皱着眉头问：你来这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你要知道，造谣可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可是沈青青只是一味地带着哭腔辱骂我。你不仅想要我儿子死，
还想要找人开车撞死我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今天我到这来，什么都不求。你跟许文远结婚了，那你们的钱就都是夫妻共同财产了。你得分一半来补偿我的儿子，要不然我就报警告你故意杀人。说完，他还从手机调出来一小段监控视频，是他走在路上，差一点被一辆横空直撞的豪车撞到，而那辆车恰好就是我的车，全京城只有一辆。看到现在，我才终于明白他为什么会找上门来了。我和许文远在一起之后，爸爸始终对他放不下心，认为他是看中我的身份和钱财，怕我将来被他骗得遍体鳞伤，因此才让我告诉许文远，江家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一直以来都是我自己守着这偌大的家业。他想要看看许文远到底会不会对集团动歪心思。3年以来，许文远始终对我如初，没有一点想要侵占我的家产的意思，所以爸爸也才逐渐认可了他。爸爸今天甚至给市长都发了请柬，就等着让他再大大的出一次风头。没想到许文远竟然是打着这个主意，想要我身败名裂，甚至让我锒铛入狱，好让他接管江家。怪不得前几日我想要开这辆豪车，许文远却说零件出了问题，送去德国保修了。看来是他拿去陷害我了。想到这，我脸色一沉，眼前的沈青青丝毫没有善罢甘休的意思，不依不饶地追着骂：你们都是有权有势的人，也是我惹不起的人，可是我的命难道不是命吗？千金小姐成了杀人犯，就不用负责了吗？我的要求也不多，我只想要许文远应得的那份财产而已。他这话刚落，就听见十分不屑的一声嗤笑。我循着笑声看去，正是被我拒绝了的相亲对象顾谨言。他依靠在栏杆上，嘴角噙着一个嘲讽的弧度。我没有理会他，而是正色问沈青青：你知道你口中的许文远其实只是个倒插门的凤凰男吗？想要我的家产，也得问问他配不配啊！沈青青闻言嗤笑一声，摸了摸他怀里小孩的头：你不想给钱，也别编造这样的谎言吧，当我是傻子吗？文远可是说了，要不是你一直缠着他，想要找他做依靠，他才不会看你一眼。许文远当初只是一个连饭都吃不起的穷小子，有什么脸说我围着他转？要不是他死缠烂打，对我不停的表白，我都不会看他一眼。我被这话都气笑了，他真是这么说的？沈青青叉着腰，一双杏眼瞪得溜圆，神色里充满了鄙夷，故意耸了耸自己身前的胸：我骗你做什么？再说了，你一个女人可不是要依靠男人吗？文远已经有长子了，他肯定要继承所有的财产啊！你现在不讨好我，将来被许家长子扫地出门的时候，可不要哭着求我，真是可笑！生一个孩子就想要逼宫了，也不看他配不配。身后的秘书悄悄地拉了拉我的手，低声问：要不要通知江总？这个时间他们应该从集团出来了，毕竟来的可都是政商界惹不起的人物，有几个和许总正有大单子在谈呢。这要是出了什么差错，许总，我明白秘书的话，就算把许文远卖了，也赔不起那么多钱。可我还是摆了摆手，既然许文远给我演了这么一场好戏，我怎么舍得现在就结束？就在这时，一辆警车响着警笛就开了过来，从车上来一队警察。你们谁报的警？还没等我说话，沈青青迫不及待地挤到了警察面前，一脸委屈地哭诉：警察同志，有人要谋杀我，你们可要为我做主啊！随后他添油加醋地把整件事又对着警察说了一遍。警察皱眉看向我：那辆车可是你的？我点了点头：是我的，
但是已经被许文远开走了。他去做了什么，我并不知道。沈青青在一旁厉声尖叫，他撒谎，那天文远就在家里等着我，就是他想要撞死我，只不过没有得手而已。说完，他还拿出家里的监控视频，证明许文远确实在家里陪孩子玩耍。警察立即正色道：“江小姐，您涉嫌故意杀人，还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”我瞥了一眼得意洋洋的沈青青，拒绝道：“我没有做这件事情，就算他被我的车撞了，怎么就能证明车是我开的呢？况且我怀疑他的监控视频有篡改的痕迹，我申请鉴定。”警察点了点头，同意了我的说法，转过身将沈青青的视频交给了技术部门去鉴定，随后看向沈青青：“你还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江小姐确实有杀人的嫌疑？”沈青青冷哼一声，狰狞地笑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。那照片虽然模糊不清，但却依稀可以看出来是我开车的样子。瞬间众人惊叹。沈青青得意道：“这可是我冒死拍下来的照片，自然可以证明你就是凶手。你非说你没有，那你倒是拿出不在场证明来。”我凝眉看向秘书，可他却为难地摇了摇头，露出尴尬的神色。我这才恍然想起，那日许文远说是要陪我过2人世界，所以我什么工作都没有安排，始终在城郊的别墅里。那时我还在疑惑，为什么让我等了1天，他却始终没有露面。原来从那时候开始就在算计我了。现在想来，怕是别墅的监控也早就被许文远篡改了吧。看来他还真是下的一盘好棋，想让我彻底翻不了身。可惜他太着急了，完全不知道爸爸什么人物。等一会儿他就是割腕自杀，也不能弥补这个错误了。我咬着牙抓紧了婚纱的裙摆，又听沈青青说：“我还有别的证据，我有目击证人，他亲眼看见是江明月开的车。江明月，你怎么也不会逃脱法律的制裁的。”看着许文远的妈妈颤颤巍巍地走过来，我的心彻底沉到了谷底。今天这一场闹剧，我算是彻底看清了这一家人，就是一群想要吃绝户的魔鬼。手机震动不已，我低头一看，正是爸爸发来的短信：“宝贝儿，文远前一阵不是跟警察闹了点矛盾吗？今天我把他们局长请来了。”看到这，我忍不住冷笑。沈青青亲昵地挽着许文远妈妈的胳膊，装作模作样的哭诉：“妈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我可为你们许家生了个儿子，是大功臣。这件人想要谋杀我，就是想要你们的许家断子绝孙啊！”听着他一口一个长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家里有什么皇位要继承呢。沈青青不依不饶地接着说：“嫁到你们家就应该听你们家的话，凭什么他不把财产交出来啊？他也不看看自己的样子，没有那点臭钱，文远能看上他吗？给文远提鞋都不配。今天文远要是真的娶了她，你以后还能有好日子过吗？你就不要再维护他了。”听着他满口的指责，我简直要气笑了。他们是不是忘了，许文远能有今天都是我花钱砸上去的，要是没有我，谁能高看他一眼？当初我愿意选择他，还是因为他虽然出身不好，但是家里都是淳朴善良的人。现在才知道，原来都是装给我看的。一个凤凰男还惦记上我的家业来了。许文远的妈妈安抚地拍了拍沈青青的手，随后义正言辞地对着警察道：“我那天确实看见他了，他说想要杀了我的大孙子，这样就可以霸占我的儿子了。他还说他有钱，什么都可以遮掩过去，不怕人命。”我冷冷地勾着唇角，沉声反问：“你知道做假证是什么后果吗？”话刚落，沈青青就忙不迭地对着我破口大骂：“有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？
怪不得从小爹妈就都死了，还是什么千金小姐呢？没家教的东西，怪不得当小三，原来就是个仗势欺人的贱货。就在这时，送视频去鉴定的小警察也回来了。他将鉴定结果送到警察队长的手里，对方扫了一眼，就从口袋里拿出来手铐。江小姐，你涉嫌故意杀人，必须得跟我们走一趟了。我后退一步，闪身躲过。警察同志，监控是真的不能证明什么。沈青青张狂的大笑。江明月，你是不是昏了头了？除了你之外，谁能开你的豪车啊？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你应该考虑的是怎么安抚我，让你少在里边待几年。合同什么的我都带来了，你要是现在就签了，我就不告你了。这才是他最真实的面目。我真是愚蠢，错信了许文远这样的渣男，害得自己出这么大的丑，还一不小心就被他们弄得身败名裂。警察抽出怀中的警棍，厉声斥责：江小姐，你这是拒捕吗？我最后说一次，跟我们走一趟。沈青青眼神中满满的都是得意的光芒。江明月，你的家产马上就全都姓许了，这可又能怪谁呢？都是你自作自受的。你放心，你的别墅我会替你住一辈子的。哦对，忘了告诉你了，文远说你这样的傻子就活该被骗得一无所有。这一句话彻底点燃了我心底里的愤怒。想到我为许文远的事业耗费的心血，我只感觉所有的血液都窜到了头顶。我咬牙切齿地看着沈青青，扬手就朝着她的脸上打过去。可还没等我的手碰到她，我已经被警察扭着胳膊按倒在地，散开的盘发披了一脸。心中的愤怒让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。就在这时，10几辆豪车停在了婚礼酒店的门口，一个威严的声音传来：谁敢动我女儿？紧接着几十个保镖列成2队，分别站在红毯的两侧。爸爸连西装的扣子都忘了系，快步走了过来。在场的商界名流连忙凑上前去问好，可是爸爸连理都没有理他们，径直向我走过来。在他的身后下车的正是某个大领导，我身边的警察也脸色凝重地小跑了过去。对方眯起眼睛，略微摇了摇头，我身上的钱质就消失了。紧接着，警察小声地跟着领导汇报着什么，期间大领导的眼神还不停往我这边瞥，仿佛在思索什么。我身上的婚纱凌乱不堪，妆容也全都哭花了。爸爸心疼地将我扶起来，握着我的手微微颤抖着。从小我就是他的掌上明珠，他从来不舍得让我吃一点苦，被他含在嘴里怕花了，捧在手里怕摔了。小时候即使家里有保姆，他还是会每天赶回家，只为了陪我吃饭。甚至他作为一个大总裁，还会在我刚刚入职公司，不肯依靠他的身份为自己谋福利，坚持自己去街上发传单的时候，跟着我一起穿着厚厚的玩偶服。就算我无数次为了许文远跟他争吵，不肯嫁给他为我选好的男朋友，他也没有一次真正的生过我的气。这样呵护了我20几年，现在竟然被一个小三这样欺负，这让他愤怒不已。爸，一句话说出口，委屈就像佛滔天的洪水一般，完全不可抑制。我忍不住趴在他的怀里大哭了起来。或许是我哭得太过专注了，只想着发泄自己心底里的委屈，根本没有注意到顾谨言悄悄地离开了。爸爸一下一下地拍着我的后背，耳边传来他抖动的呼吸，几乎是哽咽着说：宝贝别怕，爸爸来给你做主了。随后他为我擦去了脸上的泪水，转过头看向傻了眼的沈青青：你就是许文远的小三？沈青青张了张嘴，大脑仿佛宕机了一般，呆呆地点了点头。
爸爸冷哼一声，毫不客气地嘲讽：“一个小三也敢逼着我女儿认这个野种，也不看看许文远他配不配？”许文远的妈妈虽然不明白的事情的经过，但毕竟是饱经沧桑的老人，只是稍微一琢磨就明白过来，或许他们今年犯了多大的一个错误。他连忙换了一副嘴脸，咧开大嘴，亲切地笑着：“原来是亲家啊，一直没有听到文远提过，我还以为这家里就只有明月一个孩子呢。这要是我早知道这层关系，肯定不会让文远闹出这样的事情的。再说了，这就是一个没见识的小三，给2个钱就打发了，这孩子也不知道是哪来的野种呢。明月，你放心，妈是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”他这态度还真是大转弯，我也是佩服他的厚脸皮。看来许文远真是得了他妈妈的真传。一旁的沈青青的听了这话，当时就不高兴了。她先是装模作样的大哭起来：“我真是命苦啊，怎么遇到这样一家人啊？知道人家有钱有势，就不要我了，不要孩子了，怎么我贱命一条就该去死吗？”随后他又狠狠地掐了一把怀里的孩子，把孩子掐得哇哇大哭起来。他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开始撒泼：“我要这个孩子有什么用？还不如掐死了算了。”说着他就要去掐孩子的脖子，可是在场的人没有一个去阻拦他，就连许文远的妈也在冷眼旁观。沈青青见状，装腔作势的手缓缓地放了下来，脸色越发的难看，只能继续大哭：“我真是作孽啊，贱命一条，就该被这种人玩弄啊！我们老百姓没有活路啊！”闭嘴！我忍无可忍地怒吼了一声，把沈青青吓得当时止住了声音。我咬着牙走到她的面前，居高临下地睨着她：“沈青青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害你？你跟许文远连孩子都有了，难道不是你们在逼我吗？”许文远的妈妈想要拉我的手：“明月啊，这孩子……”我甩手一把打开，将他推得一个踉跄，他后退了几步，跌坐在地上。我冷眼看着他，毫不留情地拆穿了他的把戏：“你演什么？难道不是许文远告诉你，我家只有我一个女孩，所以你们才想要做这个局，来谋夺我的家产吗？只是没想到吧，一切都只是一个考验。我爸爸不仅活着，还活得好好的呢，你们的算计全都落空了。”许文远的妈妈听了这话，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，不敢再说话，只能懊恼地低着头。就在这时，许文远姗姗来迟了，看到他妈和沈青青坐在地上撒泼打滚，当时他就变了脸色。可是他并没有去扶他妈或者是沈青青，而是径直向我走来，或者说向我爸爸走来。看来一路上秘书已经给他讲过事情的经过了。许文远站在我的面前，抿了抿嘴唇，犹豫了半天，还是轻轻地吐出一句话，不咸不淡的话：“对不起，明月，都是我的错。可我也是被沈青青算计了，是她趁我喝醉了，爬上了我的床，后来有了孩子，我想要她打掉，可是她死活不愿意，她还威胁我要将这件事告诉你。我太爱你了，我不想失去你，所以一直跟他周旋来着。我只是没想到他竟然闹到这里来了。我妈只不过是个农村妇女，脑子里根深蒂固的想法一时也改不了。她也是被沈青青给骗了，你就不要跟她计较了好吗？到底是不要跟他妈计较，还是不要跟他计较？我真没想到，只是短短的半个小时，他就可以想出这么一个理由，甚至还将自己出轨的行为全都包装在爱我这件事里。他真是不要脸。沈青青听了这话，忽然开始癫狂地大笑起来，笑到浑身颤抖，最后指着许文远破口大骂：“许文远，你这个渣男，你以为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我的身上
就可以让你看起来十分无辜吗？我真是瞎了眼，听了你的话，没想到关键时刻，你竟然是这么编排我的。难道你忘了你是怎么说的？你说江明月只是一个胸大。还没等他说完，许文远已经一巴掌扇了过去，力道之大，直接让沈青青流了鼻血。他厉声呵斥：“闭嘴！什么时候有你说话的份了？”随后他转过头来，又对着我温柔道：“明月，你可以原谅我吗？我知道你今天很受伤，我理解你。我们不办婚礼了好吗？让我慢慢带你走出这个阴影。你放心，我以后会好好照顾你的，不会让你再卷到这种事情中来的。你相信我好吗？”爸爸刚要开口训斥他，但是被我打断。我看着许文远坚定的眼神，竟然看不出一丝欺骗的痕迹。我轻轻地笑了。许文远当时就以为我相信了他的谎话，眼中流露出兴奋的光芒，激动地想要来拉我的手，但是被我躲过。许文远，你真的以为我江明月是你随便说两句漂亮话就可以哄过的人吗？你以为你编的这个故事可以让人信服吗？如果今天我爸爸不站在这里，你还会这样说吗？看着许文远尴尬的神色，我冷笑一声：“你不会，你现在认错是只因为你觉得还不能斗得过我，你看到了更大的目标，这一点我太清楚了。正好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，我也跟大家道个歉，这个婚我们不结了。”许文远双眼通红，满脸的不可置信：“你说不结了就不结了吗？你不能这么玩弄我的感情啊！”这话刚落，就听到一声嗤笑，顾谨言放下手机，缓步走到许文远的面前，他高高在上的睨了他一眼，随后嘲讽道：“不然呢？你不会觉得你配娶她吧？顾谨言就是爸爸给我找的相亲对象，可是当时我为了许文远，不仅让顾谨言在餐厅等了一天，甚至还在晚会上公然嘲讽过他是个只依靠家里的花花公子，让他在众人面前丢尽了面子。我以为他今天主动来参加婚礼是为了报复，现在他出来替我说话，倒是让我有些不知所措。”许文远的目光不断地在我和顾谨言身上转换着，最后全都化成了浓浓的愤怒，双眼血红，仿佛我和顾谨言是出轨被他抓到了一样。“江明月，你不跟我结婚，不会就是因为他吧？”许文远三步并作两步，迅速冲到了我的面前，他不管不顾地抓住我的手，扯着我就想往外走。“还是说你早就跟他有一腿了？我就知道当初你看他的眼神不清白，今天被我抓住了吧？他比我多什么啊？钱吗？”他的话使得众人纷纷投来八卦的眼神，我拼命地挣扎着，想要挣脱开他的牵制，可是却被越抓越紧。许文远几乎像是疯了一般，冲着我不断地高声嚷嚷：“你对得起我吗？为什么要背叛我？只要你现在答应我，不要再跟他往来，我就原谅你啊！”许文远的话还没说完，他的另一只手已经被顾谨言反剪到身后，他吃痛的尖叫出声。可是顾谨言根本没有打算放过他，手上更加的用力。“你比不上我的地方多了，敢做不敢当就是一点。你以为你做的那些事情真的是没有人知道吗？”许文远即使疼得龇牙咧嘴，但还是逞强着回怼：“我做什么事情了？难道我不比你强？顾谨言，你破坏别人感情，你还有理了是吗？你这个王八蛋！如果不是你，他会抛弃我吗？你对我做的事情，我还没有找你算账呢。”我可以容忍许文远对我出言不逊，可是不能听他侮辱顾谨言。我扬起巴掌，想也不想地朝着他的脸上打了过去。很快，许文远的脸上就出现一个清晰的巴掌印。许文远似乎没有想到我会对他动手，他满脸的错愕，
看着失魂落魄的许文远，我冷冷地说：“许文远，到现在你还在推卸责任，你自己做了什么，你自己清楚。”许文远刚要开口反驳，顾谨言不疾不徐地从手机里调出一个视频，画面上的人正是沈青青和许文远，两个人手牵着手靠在一起，正在悄悄地说着什么。很快，一个穿着黑色衣服、开着我的豪车的人就出现在了镜头里。许文远交给对方一个大箱子之后，就开着我的车离开了。顾谨言按下暂停键，嘲讽道：“200万陪你演个戏，许文远你也算是有钱啊！你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要把江明月送进去，是不是因为你挪用了公司的公款啊？至于去做什么，我相信公安机关的人一定可以调查清楚的。你需要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你的老底都揭出来吗？”许文远满脸的愤怒，但是一句话都不敢说，只能咬牙切齿地看着顾谨言，那眼神仿佛要把顾谨言当场撕碎。可是顾谨言对他的威胁只是报以轻蔑的嘲讽。他将手机交给警察，随后低声道：“他应该常年赌博，最近为了弥补亏空，还在放高利贷。”警察震惊不已，跟领导请示了一番，当场决定带走许文远调查。但是许文远看着事态的发展超出了他的预料，所以早就溜之大吉。后来我并不知道这一天是怎么样收场的，只知道警察下令通缉许文远的时候，我就晕了过去。只记得我跌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，一双有力的手将我牢牢地禁锢在怀里。在睁开眼的时候，我已经躺在了医院里，爸爸趴在我的床边，看起来十分疲劳。当时我的内心就涌出浓浓的愧疚，要不是我一意孤行，他也不需要这么一把年纪还要跟我操心这种事情。泪水无声地滑落脸颊。就在这时，顾谨言端着一杯水轻轻地推开了病房的门，似乎是见到我湿润的眼角，他有些不知所措，来到病床边，他温柔地将我扶起来，一杯水送到了我的嘴边。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地看他。突然之间，我只觉得或许爸爸是对的，无论哪方面，他给我找的结婚对象应该是最合适我的。喝下一口温水，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道了一声对不起。顾谨言愣了一下，似乎没有想到我会这么说，旋即绽开一个狡黠的笑容。我刚想问他是什么意思，爸爸就醒来了。顾谨言很识趣地跟爸爸打了招呼之后就离开了。病房里只剩下我和爸爸，我瞬间就哭了出来。爸爸连忙将我抱在怀里，安慰道：“好了好了，都过去了，以后有我在，谁也不能欺负你。”出院当天，是顾谨言来接的我。在车上，他告诉我，许文远公司的单子每一个都爆出来，其中有暗箱操作，理所当然的全部都吹了。许文远本人更是因为被通缉，完全不敢露面。他完不成剩下的单子，一个又一个的违约，最后赔了又赔，可还是杯水车薪。至于许文远的妈妈，每天都被债主堵，终有一天受不了，跳楼自尽了。沈青青则把孩子遗弃到孤儿院门口，随后带着许文远最后一点钱消失了。我十分平静地听完这些，随后事不关己地问顾谨言：“你是要请我吃饭邀？”顾谨言愣了一下神，旋即笑道：“那当然。”正是在这顿饭上，我才知道，原来顾谨言从小就暗恋我，只是见我和许文远在一起之后，他就把这份感情藏在了心底。他来参加我的婚礼，也是因为事前就得知了许文远的计划。不过我并没有怪他没有告诉我，毕竟那时候的我也不会相信他。他说听了许文远对我做的事情，他恨不得把许文远扔到江里喂鱼。知道这些之后，我也只是笑着说：“
现在也不晚。我养好了身体之后，重新回到公司，帮助爸爸解决了很多的难题。后来再见到许文远的时候，已经是半年之后的事情。从国外度假回来，顾谨言搂着我的肩膀，在别墅的门口见到了狼狈不堪的许文远。他身上的高定西装早就被扯得凌乱不堪，以往梳得一丝不苟的头发也全都油腻腻地趴在额头上，整个人像是骤然老了10几岁。见到我，他那双暗淡无光的眼睛里突然迸发出巨大的喜悦。可是看到了顾谨言放在我肩膀上的手，那些喜悦全都转成了怨恨和嫉妒。他咬牙切齿地从嘴里挤出一句话：“江明月，你这么快就找到下家了吗？我就说你和他之间的关系不简单。”许文远说着就要来拉我的胳膊，可还没等他走到我的身边，顾谨言的保镖已经手疾眼快地将他按在地上。许文远拼命地挣扎着，嘴里还不干不净地冲着顾谨言破口大骂：“你这个不怀好意的畜生，你不得好死！”顾谨言冷哼一声，只是冷漠地摆了摆手，保镖便会意地死死地拧住了许文远的胳膊，疼得他当时哀嚎出声。我不想理会这个疯子，冷冷地留下一句把他送公安局，就准备离开。可许文远却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，挣脱了保镖的钳制，扑通一声跪到了我的面前，死死地抓着我的披肩，几乎泪如雨下：“明月，我错了，我对不起你，我真的后悔了。我现在才知道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才是最爱我的。你不要跟我闹了，跟我回家好不好啊？我知道你都是在气我，你不是要跟他在一起的。”我皱着眉头看向披肩上被他抓出来的手指印，嫌弃地把披肩扔在地上，随后面无表情地看着他那双期待的眼睛，默然道：“不好意思，许文远，你现在是通缉犯，我只希望你能得到法律的制裁。”许文远眼眸里的光瞬间暗淡下去，他的身体控制不住地抖了一下。“明月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？你不是说过最爱我的吗？”接二连三的打击几乎让许文远崩溃，他撕心裂肺地哀嚎了一声，随后不管不顾地冲了上来，想要跟顾谨言同归于尽。可手无缚鸡之力的他，哪里打得过从小就练散打的顾谨言？顾谨言将我护在身后，只是2、3下就把许文远打得趴在地上爬不起来。随后他一脚踩在许文远的脸上，冷冷道：“许先生，你现在最应该做的是自首，而不是东躲西藏，还试图骚扰明月。”说完，我们将许文远的嚎啕大哭全都扔到了身后，也将我过去的不堪彻底的抛弃。后来保镖将许文远送到了警察局，他也得到了应有的法律制裁。我和顾谨言很快就办了一个非常豪华的婚礼，这次是完完全全得到了爸爸的祝福的。在婚礼上，他亲自将江氏集团交给我作为嫁妆，还在讲话的时候数次哽咽。婚礼上，我看着顾谨言紧张局促的样子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这一刻我才懂得，原来这才是我能够握住的幸福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。